欢迎大家来到第4集的你怎么看？我是海兰，我是妹。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主要借由时事探讨两性议题、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今天的节目要来开始聊聊我们自己有在研究的事情了。妹喜欢玄学，对不对？我觉得应该算非常喜欢。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觉得玄学有趣的点是，它有很多的占卜结果，我可以用心理投射啊，用巴纳姆效应，用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去解释为什么这个准。但是呢，越深入的研究，我发现说有一部分的玄学是真的很玄。我想搞懂那些真的准确的预言，它是什么样的规律，有什么样的法则，所以我就去研究玄学。但是妹应该跟我出发点很不一样。妹是为什么会喜欢玄学呢？我觉得我应该被我们家影响，因为我们算是从小就有在算命吗？因为我阿嬷是我们家是拜拜的嘛，然后拜拜就会求神问佛，这个很基本。认识一些老师看风水，所以好像就有这个习惯，说每年我们家都会去找认识的老师去算命，算一整个流年。然后我就觉得，我家里是比较偏基督教，就没有这个习俗。所以真的家庭影响很大。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算命，我就觉得哇，怎么有办法？我给你我的出生年月日名字，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说你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小时候就深深着迷，然后很爱看戏说台湾也是一个影响。戏说台湾是在演什么？就是演一些早期演一些宫庙文化吧，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个神啊，怎么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好神奇哦。然后结合算命，有些里面不是有什么圣马神，然后铁口直断，然后就觉得哇，反正就深深的喜欢上算命。但老人家都会跟你说，小孩子不要算，因为其实也不准，因为小孩没有什么必要。然后小时候，对啊，因为小孩子是被安排好的人生啊，你没有什么不用自己赚钱，然后也没有干嘛，可能会算说这个小孩以后的命格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不会像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说，哦，我工作怎么样，我感情怎么样，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而且真的厉害的老师，你去找他算一次都不便宜，都要2-3千块，对，甚至更贵。好，我分享一下我唯一可以帮别人占卜的一个方式，就是塔罗牌。塔罗牌非常简单，很好学啦。我大概是在高2、高3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所以我开始学塔罗牌。那事实上呢，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整栋楼都被我算一遍了。虽然我就是初学者，但是大家觉得好玩嘛。现在塔罗牌对我来说，其实它就变成一种我跟刚认识的朋友破冰的一个桌游。虽然是这样讲，但是也不是说我塔罗牌都在唬烂。我承认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观察对方的一些个性啊、言行举止来调整我对牌的一点解释。可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帮吉他社的学弟算塔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宅在家里，然后录音室，他家有一个自己的录音室，然后整天在做音乐，他超厉害，他是一个高材生，就有点像早期的熊仔这样。但是牌阵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跟我观察到的差很多。后来我就犹豫很久，我就跟他说：“好，你听听就好，不一定准。”我常常讲这句，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以前是不是很爱玩，然后感情的关系很乱，所以你现在这个阶段最好不要碰感情？”没想到他居然就是超级震惊，就是整个脸垮掉，然后看着我，就开始忏悔自己啊。好，反正这个故事是要讲说，有的时候塔罗牌真的很玄，我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那妹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算命的？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家人的关系，所以很早就对算命有概念。如果真的要说什么时候最早开始算，应该塔罗的话更早，因为塔罗就是到处都有那种塔罗工作室，然后我今天要跟朋友出去哦，然后妈妈可能说哦好啊，那你路上小心，然后给你钱。我们要不要去算塔罗啊？真的假的？然后就会开始自己搜寻。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问出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很神奇，然后就去，然后硬要挤出一些问题去问。算命如果是八字、紫微这种的话，应该算大1或大2吧。因为好多老师你根本不知道怎么选择。然后我真的是求着我们家，就是说拜托拜托，今年一定要带我一起去算。然后他们才带我去算因为一次我记得那一次好像要2600，
不知道是算贵还是便宜。可是老师就是会，你可以录音啊，你可以手写，他会帮你，你可以录音手写，然后会写你一整年每个月要注意的大小事、吉凶都帮你写，跟你整个人生的一个大方向哦。比如说你这个命格就是你适合，他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算，因为是第一次算，所以我好认真听。他就说因为我本身属马，所以就像一匹马一样活泼好动。那对，26岁以前，我记得好像他那时候也是说25、26岁以前不太稳定，工作不太稳定，因为会什么都想做。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没有，我跟你说，大部分人25、26都是很不稳定，因为他算是很直接，他说会赚不到什么钱，没有办法很专注在一个方向、一个行业。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最好有办法知道我25岁、26岁怎么？可是还是觉得很神奇。然后默默就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没有可能是心理暗示啊？就是因为你小时候算过这样的命，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自己会不会变这样，会不会变这样，就那种墨菲定律，然后最后你就变这样，然后会开始说，如果我真的变成这样子，那好像也很合理，是吗？因为对，因为他都算成你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活成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有心理效应在哦，会有，所以难怪老人家说不要太早算，有可能有他的道理。对小孩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妹真的很特别啦，就是小时候会去算塔罗，这个真的很少。你那个时候是国中吗？没有啦，国中还没啦，大概高中。高中算塔罗好蛮正常。其实我一直有在想说，我的塔罗要不要收人家钱啊？因为我的很多朋友算塔罗是有在收人家钱的，收200块、300块这样，便宜嘛。然后又是年轻人会想要给年轻人算。就在 IG 上面经营自己，但是呢，我个人是认为这样有点骗钱。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实话，大部分我算的人都会回头来跟我说我很准。但是呢，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为什么我很准，然后我也感应不到任何东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心理学的效应。我不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明确，虽然我算命我尽量会讲的明确一点，让他们有机会打脸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在研究嘛，所以我希望是这样。可是我发现大部分人听完我算塔罗之后就忘了，然后可能准的时候才想起来，那这根本就偏差嘛。你说认知的偏差？对，认知有偏差。我不准他没有想起来，我准了他突然想到说海兰讲过这句话然后其他不准的都遗忘掉，对，遗忘掉啊，我也遗忘啊。我每天算那么多人，我怎么记得你的？然后讲10件事情，明明准的只有这件事情，偏偏只记得这件事情。对，很多都是这样。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收人家钱，不然我早赚很多了。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对自己有没有一个信心，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帮别人算是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准确度我有把握到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可以开始收钱是没有关系，就小额。对，塔罗师我真的还有水洗啦，都也可以。我觉得塔罗师你真的深入很研究塔罗，好，你收钱我 OK。但是我现在看到是我身边很多人不是朋友啦，就是算塔罗收钱，但是又没有我厉害。我不厉害我真的不厉害。我高中开始算，虽然我算了很多很多人，但我都是自己看书学。我不厉害，可是这些人讲的更笼统，更不厉害，他们凭什么收钱？收不收钱都比较还好。如果你今天是算八字什么的话，因为听说算八字会有泄露天机之类的可能，那算钱是为了好像挡灾吗？对，就是你给钱挡灾，所以收钱好像就比较合理。但塔罗就是靠你抽的牌去帮你解释，所以我觉得有点心理学是没错的。还有不收钱，我觉得好像也没差。但是我觉得算塔罗这件事情，除了当破冰以外，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谈心，1对1谈心的时候，别人也要求我算塔罗。这时候塔罗会起到一个功能，叫做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藉由塔罗拉近距离，有点像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讲，是牌讲的。用一个第三人称，对，人家比较容易听进去，这个超有效。反正心理学很变态啊。今天发现不是我跟他建议，是牌跟他建议的，人家听得进去哦。表面上都一样，是你就我听不进去了。没有，表面上都会说好，我知道，但是牌讲他们才会震惊，才会觉得说喜新革面。
或者说有些人啊，还蛮多的，就是我讲一讲他们会哭，就是很多压力，说到他们的那些，对，说到痛点，有时候讲到家人啊，讲到未来啊，会开始哭嘛，就是会觉得说，我可能就跟他说，你这样一直以来很辛苦，你辛苦了之类的。他觉得终于有人懂他了，对，我不用说我靠这个牌，然后有人懂我。对，所以塔罗牌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啦，而且就像我讲的，有时候真的很玄，我相信玄学是有它的道理在。它玄的地方在于你怎么知道抽到那张牌刚好会对应到它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它最玄的地方。我觉得玄的地方是我观察到的跟我抽到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说中。但是当我照着牌去讲的时候，说中了，我会吓到。对，这个虽然我自己研究塔罗，但是我不太找别人算命。我第一次算命就是跟妹去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好奇一个点，我额外问一下，你说你观察到跟你抽到的牌帮别人算的时候，有时候是不一样，但是你会说中。那你自己觉得你观察别人比较准，还是你抽到的牌比较准？我会挑。好，你会挑着讲。我会看别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就是随便问问，他只是想要体验。我一定是就是照着他外表去讲。但是有些人他是很诚心的发问，对，很诚心，他是真的有事情要来找你咨商。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无解，我去寻求塔罗的帮助，这个时候才会灵验哦。其他时候都不会灵验。其他时候我觉得塔罗牌我都看不懂。有没有诚心诚意好像蛮重要的。对，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帮他解答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靠塔罗牌，这个时候才会准。我认为我唯一准的时候就是人家诚心发问，这种时候才会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高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知道塔罗牌，我不知道紫微斗数，我不知道星座，所以妹算是我算命上面的一个老师吧，前辈啦，对啊，跟我分享很多知识，然后把他一起拉入迷信的团体。我真的很认真在学，但是现在还是学一点皮毛而已。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在频道里面帮大家开始开一些什么塔罗，对，大众塔罗，我可以试试看啊。那不准就直接跟我说不准。对，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我就是在做研究。我跟妹第一次去算命是我们刚认识的1个多月吗？我们一起去桃园，不到1个月，就是刚认识。哦，是吗？好像有半个月。好，反正那时候不熟。对啊。然后没想到妹约我出去玩，然后去埔心牧场去看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卡皮巴拉。我第一次看到水豚，我觉得好可爱。我那时候超震惊，因为我问他说刚认识嘛，然后我想说，那你想要来桃园玩吗？他说好啊。那你想去哪里？他就想一下，他说埔心牧场。我想说埔心牧场就是是我提的吗？你说埔心牧场，然后我想说埔心牧场好，也许就是外来地区的人没有来过桃园埔心牧场，那很正常。然后说那你为什么想去埔心牧场？因为我想看卡皮巴拉。卡皮巴拉，我以为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个东西，因为我没看过啊。我认识的时候，他大三，对啊，我以为这个年纪的人大家都去过什么宜兰牧场啊，哪里都看过，哇 ，amazing。然后就是好安排。不是，我以前去都是挤牛奶，那时候还没有卡皮巴拉。对啊，要不后来这几年才开始有。对啊。然后就安排，可是去完之后发现逛得蛮快的。就是喂卡皮巴拉，喂羊啊，喂牛，好像然后餐厅吃一吃，出来就不知道干嘛。2个人坐在火车站里面思考人生。那我们接下来干嘛？你有算过命吗？没有好，那我们去算命吧。开始搜寻 Google 地图，哪一个老师很厉害？是谁？还记得吗？卫兵。对，那个我真的觉得就是缘分很奇妙，因为我们搜寻很多老师。然后刚好发现这个老师是因为老师的评价都是5颗星，然后我就有点半信半疑，想说5颗星会不会是什么5星好评打卡，给你减500块之类的。然后打电话一问就发现说，老师刚好有空哦。那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刚好有空这种说法，对不对？对于我这个常年爱算命的人来说，好啦，没关系，反正无聊就去嘛。然后重点是也不知道价钱是多少，因为他没有算命过，我想说陪他去，我没有要算。结果一去之后，就是那种民宅，你完全看不出，它也没有什么招牌。然后你随着地址里面找到
老师的就进人家家公寓，就是一间公寓，然后按电铃，噔噔，很像是你外送一样。我外送到了，然后开门，他下来，或是你送上去，然后我们就自己走上去楼上，就是一个人家家泡茶聊天的感觉，然后就去算命，超酷的。你还记得那时候讲了什么吗？一开始我没有要算，那是因为我看他的反应，对于他刚认识我也不是说非常的了解，可是老师厉害的是他。一般老师都会手写别人的命盘或是什么生辰八字，他就是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字，出生的时间、年月份，然后看手，看面相、手相。他主要好像是看面相跟手相。对，他看你的面相、手相，然后就开始可以讲一些你家庭的状况、你人的状况，然后问说你有什么疑惑吗？就是你想要问什么事情，可以给你一些。重点是老师国际观啊。你那时候不是还问他车子吗？超扯的。我问他重机，他就说哦，对对对，那个重机怎么，然后但是我建议怎样怎样。我想说哦，老师也懂重机，老师看起来温文儒雅，他看起来就是标准算命老师，然后读很多书，然后书香的那种感觉。对啊。结果重机我也有研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好像不算很可惜，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下一次有没有勇气再踏入别人家的门，就是去算命，然后一个人。而且他讲话很温柔啊，而且很温柔又一针见血。而且他的女儿跟我们读同一个大学，对，读世新啊。对啊，我们都刚好什么很有缘分啊，刚好打电话搜寻，刚好找到他，他还问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我就说没有啊 ，Google 啊。就是他知道我们是同一间之后，他就开始讲，你们学校有什么广播的资源啊，你们可以往那一块发展啊，然后你们学校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你们命盘什么什么有关，就是他直接是用生活的经验，很适合就是做 podcast 聊天。对对，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尝试，但是又觉得很遥远，结果没想到在1年后迎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在大家面前呈现我们现在的刚起步啊，对，真的是很刚好。你怎么会知道说1年后，我也可以说你以后事业会成功啊？我怎么知道你事业什么时候会成功？我也可以说你适合做这个啊，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做，或是你就会想去做？你自己会不会想去做？我只是说你适合，但不代表你会想。可是刚好这个机会，然后我们频道我们又在一起，就很悬，你完全说不通，这就是算命的魅力。老师那时候一直想要把我们凑一对，而且我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有介绍，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嘛，所以我就有介绍一些朋友跟我们家的，我就回去开始讲，带别的朋友去之后，老师才说，哦，对啊，我那时候你去上厕所，我想说我去上厕所，他说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他说什么你们两个很适合，然后什么他会怎样怎样，就是好像说跟我在一起你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很适合会互补。什么金童玉女，我记得都在一直讲。然后，但是他说趁我去上厕所的时候跟他讲，所以我当下都不知道，然后还很紧张，因为我们一进门，他说你们是情侣吗？就不是刚认识，很尴尬啊。会一起来算命都是情侣啦。而且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我对于他的性向抱持着满满的疑惑，又不太敢问。你真的 gay 雷达很不准对我很不准。你就动不动就看阴柔的男生就说是 gay，你不要把我讲成刻板印象。我真的觉得阴柔男生真的要成立一个互助协会。我们只是娘，我们不是，我们性向是正常的。因为我认识他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打招呼是这样，嗨，哪个男生会这样子？就是嗨，你好，就是手指头会这样灵动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开始抱持着一个问号。那这个问号就是一直在我内心，直到我们那天去算命之后，就是讲了一些，因为算命都会讲可能感情、家庭什么，我才原来他不是，就是更加确定这件事情。天哪，听到还是很震惊啊！其实我觉得算命好像也蛮适合，就是怎么讲，窥探别人隐私嘛。就是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干嘛，你带他去算命，然后应该一般人不会同意啊。除非你对啊，一般人好像也不会同意，因为听八字也是很保密的，不能随便泄露。对啊，我就要讲我的家庭，我要讲我的未来规划。天啊，跟别人讲多害羞啊！你那时候直接说好，就算是我想说你这些你好意思呈现吗？我还当下想说我要不要离开那个房间，无所谓啊，可是我发现他就无所谓，那我就听了，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听的人。我想知道一件事情，刚刚就说算命会影响心理学嘛，对。
我们有时候出去玩都会一起算命。妹是说算就算。妹认为算命的预言会影响我们实际上的感情吗？就是算命老师这样讲完之后，你对感情观就有了改变，然后就慢慢变成算命老师讲的那样。其实我对算命一直都是好的我听，不好的我也听，但是不好的我会选择信的听，有一点叛逆心态吗？因为像上次我们去9份，又算命，你怎么会知道经过一家饮料店，然后那个老板会算命？就是很奇怪，反正就是刚好遇到，好，那就算一下，因为也不贵。当下算就是说，老师就有说我们可能未来某几年会分手，然后某几年适合结婚。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那如果会分手的话，我还要继续在一起吗？就是怎么讲，浪费时间嘛。就是如果你的未来已经是会，因为老师讲的很斩钉截铁，他就觉得说，差不多就是会分手，就是会分，会分手。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讲的这么斩钉截铁，好像就是会分手那会分手，我现在还在一起干嘛？就开始会有这些想法，然后想很多。可是某一方面内心的那种叛逆会觉得说，可是我就不要照着这样子走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武媚娘》里面，以前唐朝不是那个算命师就是说以后会有女武王会掌管唐朝，然后所以那个皇上就是要姓武的女生就要可能杀掉干嘛，或者是说以后这个会有弑父的皇子会有弑父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把我儿子发配边疆，伊底帕斯，对，我把他推到很远很远，然后我要避免他来杀我。其实就是间接说你把他推到很远，然后你把这些人杀掉，会不会反而引起仇恨、冷漠、距离？间接导致说这个预言的成真，就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剧，然后自己也知道说有这些状况，会让我更加反思说，如果老师说我们在某一年会分手的话，那我是不是现在我就要立刻注意到哪些事情会导致我们分手？我要去预防，我要去改善，才避免我走到这，而不是说我们会分手好啊，那就分手啊，反正迟早都会分手嘛，那我干嘛管那么多？我就更怎么样，我生气我就更怎么样，好像这样子反而不对。所以其实我心情会受影响，但是我其实想法还是会站住我的立场。但是他说他觉得我很常被影响，但其实我内心都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好，希望你是像你讲的那样。就是情绪有时候会上来，会觉得好悲观，但是内心还是没有那么做嘛，还是有稳住。可以啊，关于情绪我们可以再聊一集。对，我对心理学是有研究啦，当然我不是心理系的，所以纯粹爱研究。对，我就纯粹爱看书这样。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玄学的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听我分享塔罗牌硬核的玄学理论，还有硬核的心理学理论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本节目与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你怎么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